钱就活着，还不如死去了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关于 FIRE 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，也就是财务独立、提前退休，网上最常见的问题永远都是200万够不够，300万稳不稳，100万到底能不能 FIRE？但这些问题很多时候也许一开始就问错了，因为提前退休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问题，真正的问题不是你有多少钱，而是你现在在财务独立的哪一个层级。很多人把 FIRE 当成一个点，但在现实世界里面，财务独立其实是一个完整的阶梯，从负债到稳定，到安全，到拥有选择权，再到真正可以提前退休，它至少可以被拆成10个不同的阶段。而问题在于，绝大多数的人甚至还没有走到可以认真讨论提前退休的那一层。今天这期视频，我们就用一个完整的框架来回答什么是财务独立的10个阶梯，提前退休究竟在哪一层才开始变得现实，以及你现在到底在这张财富地图的哪个位置。我们会结合美联储 SCF 的数据，把美国财富结构一层一层拆开。你会看到为什么同样是100万，有人焦虑，有人却已经接近自由。为什么很多看起来已经 FIRE 的路径其实风险很高，以及真正成熟的财务独立为什么不是赶紧退休，而是先获得选择权。看完这期视频，你可能不会更冲动的想退休，但你会更清楚的知道一件事：你现在在哪一层，下一步该怎么走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博士，欢迎回来。作为投资人和创业者，我每周都深度研读美联储等官方报告，把复杂的数据拆解成清晰可理解的财富判断。如果你想用 Fed 数据看清美国的财富真相，欢迎订阅这个频道，每周获取最新的数据解读。首先，我们来问个问题：在美国，大家的财富到底大致如何分布？看到这张表，你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现实：负资产0到5万、5万到15万这几个区间加起来，其实已经覆盖了很大一部分的家庭，差不多一半左右。也就是说，美国很多的家庭并不是在讨论怎么提前退休，而是在解决更基础的问题：现金流、债务、应急基金以及如何生活稳定。再往上，15万到30万可以说才刚刚进入比较典型的中产积累起点，净资产在30万到100万是明显的积累期，而真正到100万以上才开始进入选择权可以被认真讨论的区间，到了300万、500万以上才开始接近低风险的财务独立和真正富足的世界。所以第一张表最重要的意义不是告诉我们谁有多少钱，而是告诉我们大多数美国家庭其实离所谓的 FIRE 世界很远。如果说第一张表是地图，这张表就是坐标尺。比如，如果你有6万的净资产，大概在后25%这个位置；如果你有20万左右的净资产，大概就是全国家庭净资产的中位数；如果你有60万，已经到了75%附近；120万左右就已经开始进入了前10%；250万左右大致进入前5%，而1100万以上才接近于前1%。这张表会让很多人重新校准自己的感觉，因为在社交媒体上，100万常常被讲得很普通，但放回美国全体的家庭里，100万的净资产已经在前20%以内了。所以很多时候不是你不努力，而是你把自己放进了一个被严重扭曲的参考系。但这里还会引出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，比如我现在30多岁了，或是40多岁了，还没有到100万的净资产，是不是落后了？这个问题就要看第三张表。第三张表非常重要，因为财富本来就不是一个静态的问题，它是一个时间函数。你会看到不同年龄段的家庭中位净资产差异非常大，35岁以下大概只有几万美元，35到44岁才开始明显的抬升，达到13.5万美金，45到54岁继续提升，达到24.7万美金，55到64岁，65到74岁通常是财富积累的高点，达到40万美金左右，75岁以后中位数又略有回落。其实很多人太心急了，
财富的积累本来就是需要几十年，很多人30多岁拿自己跟60多岁的财富水平比，然后焦虑自己是不是失败了。其实当然不是，真正的现实是，财富积累大多数不是3年5年，而是20年30年的复利过程。但是时间并不能自动带来真正的自由，因为光有数字还不够，关键还要看这些财富到底放在哪里。根据美联储 SCF 的数据，你会发现底层50%的家庭财富主要集中在自住房和现金，股票和 business 的占比非常低。这说明底层和中下层家庭更多是在守资产，而不是让资产滚起来。到了中间40%，股票退休账户开始上升，但自住房还是第一大资产。到了前10%的家庭，股票和 business 的资产占比明显更高，而自住房不再是第一大资产。而到了前1%，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，自住房不再是核心，股票和 business 才是核心，连退休账户的占比都超过了自住房的价值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这意味着越往上，财富越不是存出来的，而是增长出来的。底层更多靠储蓄型资产，上层更多靠增长型资产。这也是为什么同样的100万，有人觉得很稳，有人却完全不敢退休。因为你看到的是同一个数字，背后却可能是2套完全不同的资产结构。毕竟，如果资产都锁在自住房里面，很难动用，也不能给日常生活提供现金流。那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聚焦一下，假设一个家庭已经有了100万的净资产，到底算不算自由？接下来我们只看一类人，净资产在100万到200万之间，也就是典型的100万级家庭。这张表非常有意思，因为很多人会下意识地觉得，只要到了100万就应该离自由不远了。但你看这张表会发现，100万家庭的核心资产通常是自住房、退休账户，这2项加起来往往已经占了大头。真正高度流动、可以灵活支持 FIRE 的股票、基金、business 比例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。这就意味着100万净资产不等于100万可退休资产。你可能账面上看起来是100万家庭，但你的可支配、可产生现金流、可灵活提取的那一部分并没有那么大。所以净资产很重要，但真正决定财务独立现实性的是净资产里面可增长、可提取、可流动的那一部分。那接下来最自然的问题就是，好，就算我真的有一笔能投资的钱，需要多少？它到底能支撑什么样的生活？下面这张表会让我们脑袋中很多模糊的想法数字化、目标化。如果我们用最常见的4%可持续提取法则去粗算一下，50万的可投资资产大概对应2万税前年收入，100万的可投资资产大概对应4万的税前年收入，200万的可投资资产大概对应8万的税前年收入，300万的可投资资产对应12万的税前年收入，500万可投资资产对应20万的税前年收入。那你的预期家庭支出是多少呢？如果是8万，那你就需要200万的可投资资产。很多人会觉得100万很多，但一旦把它换成年收入，其实也就4万左右。如果你是在美国，尤其是有家庭、有医疗成本、有住房成本、有孩子，你就会发现100万不是立刻自由，而是勉强够某些生活方式。所以 FIRE 从来都不是一个情绪化的数字，它本质上是你的生活成本是多少，你的资产结构是什么，你的提取率能不能长期可持续。为了把 FIRE 也就是财务独立、提前退休这件事情讲清楚，我们快速把 FIRE 的几个主要流派过一下。首先是 Lean FIRE， 它的核心是用极低的生活开销、极简的生活，尽快做到不用再全职上班。它通常只能覆盖基本的吃和住，对医疗、家庭变化和长期通胀的缓冲非常有限。本质上，它拼的不是投资能力，而是长期不出意外。下面是 Fat FIRE， 这是用更大的资产规模换取更高质量、更从容的自由。
它不仅覆盖日常生活，也能覆盖不确定性和风险，但门槛很高，本质上是资产规模足够大之后的自然结果。然后是 Coast Fire， 它的关键不是退休，而是未来已经确定，你的资产已经能在时间和复利的作用下自动涨到退休所需要的规模。你现在工作的意义只是覆盖当下的生活，而不是拯救未来。最后一个是 Barista Fire， 它是不完全退休，用一份轻量工作换取现金流和医保。它大幅降低了资产提取率的压力，也提高了稳定性。在现实世界中，这是风险调整后非常理性的路径。所以你会发现 FIRE 不是某一个点，而是一条连续的光谱。真正重要的不是你选择了哪一种 FIRE， 而是你清不清楚它到底覆盖了什么，又没有覆盖什么。对了，如果你觉得这些财务数据和案例分析对你有帮助，欢迎订阅这个频道，后续会持续分享类似的内容。我们知道了 FIRE 的几个流派，接下来的这一张表是整期视频最核心的一张。如果前面的内容你都忘了，但你记住这一张表其实就够了，因为它回答的不是多少钱可以退休，而是财务独立其实分成哪10个层级，你现在在哪一层，提前退休大概在哪一层才开始现实。我们从最底层开始，一层一层往上走。第0层负资产，这一层其实是很多人现实的起点，净资产是负的，财务分位大概在底层20%左右。典型的状态是有信用卡债务、消费贷款，甚至可能入不敷出。这时候谈投资、谈 FIRE 其实都没有意义。这一层的核心不是赚钱，而是停止下沉。只要你不再越陷越深，你就已经是在往上走了。第1层净资产大概在0到10万美金的区间，这一层大概覆盖了底部的50%，也就是说一半左右的家庭在这里或以下。典型的特征是靠工资生活，有一点点储蓄，可能有401k，但是很少。这一层最真实的感受是生活是可控的，但没有安全感，一次意外支出就可能会打乱节奏。这一层的核心不是投资，而是建立应急系统 emergency buffer。第2层净资产大概是10万到50万美金的区间，这一层进入中产区间，50%到75%分位。典型的特征是有房产、有退休账户、有稳定的收入。很多人会在这一层停下来，因为生活已经不痛苦了。但问题是，稳定不等于自由，你依然不能停止工作，不能承受长期的收入中断。这一层的核心转变是从存钱思维过渡到资产配置思维。第3层净资产大概在50万到100万美金的区间，这一层大致在75%到85%分位。如果你在这里，恭喜你，你已经超过了大多数人。这里开始出现一个非常关键的变化，你可以承受时间风险，比如你可以扛1到2年没有收入，家庭财务和生活不会立刻崩塌。但注意，这还不是财务自由。很多人在这一层会产生错觉，我是不是差不多可以退休了？答案是还差得很远。这一层的核心是抗风险，而不是退出系统。第4层净资产大概在100万到200万美金区间，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层级，分位大概在85%到92%，已经接近前10%。很多 FIRE 内容都是从这里开始讲的，因为你第一次感觉到好像可以不用工作。这也是 Lean Fire、Coast Fire 最容易出现的区间。但问题是风险极高，因为你要面对的是40到50年的时间，市场波动、序列风险、医疗成本、通胀等等。这一层的核心状态是你有选择权的幻觉，但结构还不够支持长期的自由。第5层净资产大概在200万到500万美金的区间，这一层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分水岭，进入净资产前5%。这里开始出现一个本质的变化，资产结构开始真正为你工作。你会看到金融资产占比提升，收入来源开始多样化，不再完全依赖工作。这也是 Barista Fire 最合理的区间。为什么呢？
因为你可以减少工作，同时降低提款压力。这一层的关键词是结构，而不是节省。第6层，净资产达到或超过500万美金，这里才是很多人理解的真正财务独立，大致进入了净资产的前3%。核心特征是现金流接近于覆盖生活，可以承受市场的波动，提款率更安全。你不再是我能不能退休，而是我想不想工作。这一层的本质是低风险的自由。第7层，净资产达到或超过1000万美金，进入财富的前1%。这里开始完全不一样了，财富来源不再是工资或者简单的投资，而是系统、股权和 business。这一层的人不再依赖4%提取法则，不靠卖资产生活，而是资产在持续创造新资产，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财富机器。第8层，净资产达到或超过2000万美金，这里已经是极少数人，少于0.5%。到达这里，你不仅用自己的钱赚钱，你在用别人的钱、系统、杠杆等等赚钱。这一层的关键词是放大 leverage。第9层，净资产达到或超过5000万美金，这一层已经不是赚钱的问题了，而是如何不出事。典型的特征是全球资产配置、优化税务结构、建立家族信托。这一层的核心不是增长，而是防守。下面我们就把前面的财富层级和 FIRE 的流派对应起来，你会看到 Cost FIRE 大概是从100万左右开始讨论，但风险仍然不低。Lean FIRE 大概是在100到200万的区间，很多情况下还是高风险。Barista FIRE 往往更现实一点，因为它保留了部分收入和医保缓冲。Traditional FIRE 和 Fat FIRE 通常已经要求更高的净资产和更好的资产结构。Ultra FIRE 则基本进入了净资产的前1%的世界。这张表最重要的作用是纠正一个误区， FIRE 不是一个统一的概念，不同 FIRE 风险完全不同。很多人在网上说我可以 FIRE 了，你一定要问一句，你说的是 Lean FIRE、Barista FIRE 还是低风险的 Fat FIRE？ 这三者完全不是一回事儿。那如果我们不从 FIRE 的角度，而是从人生里程碑的角度来看，财富走到哪些数字会发生明显的变化？这张表更像是一张财富里程碑的地图。1万意味着你开始真正有积累，10万是很多人第一次感受到复利，50万是资本增长开始明显，100万投资收入开始有存在感，300万 work optional 的感觉会大幅增强，500万以上财富自由会变得非常明显。所以财富增长不是一条直线，而是一连串的台阶。前10万最难，从10万到100万是认知、习惯和结构同时升级的过程。100万以后，你才能真正感受到资本的存在。财富再往上走，工作和人生之间的关系也会慢慢发生变化。最后一张表，我们把所有的东西拉回现实。这张表不是总资产，而是一个更关键的指标。在美国，大家真正为退休准备的钱，退休账户总余额，也就是 401k、IRA、养老金这些，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扎心的现实，大约有30%的家庭退休账户是0，完全没有为退休准备资金。再往上走，大约40%的家庭退休账户低于10万，也就是说，将近70%的家庭退休准备其实非常有限。再往上，退休账户总余额达到10万到50万，大约20%，而真正超过50万的大约只有10%。如果你把门槛再往上提，退休账户总余额超过100万的家庭大约只有3%到4%。这就是现实，大多数人并没有一个可以独立支撑退休的资产系统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退休后依然高度依赖 Social Security、养老金，继续工作或是缩减支出。如果你认真考虑过 FIRE， 你讨论的不是普通现实，你讨论的是一个本来就发生在少数人身上的结构性状态。所以，如果我们把今天所有的数据全部连起来看，
你会得到一个非常清晰的结论：美国大多数家庭的财富其实还停留在生存、稳定、抗风险的阶段，而真正到了可以认真讨论 post-fire、barista fire、traditional fire 的层面，已经进入了财富的更高分位了。更重要的是，决定你能不能退休的不只是数字，而是结构。不是你账面上有多少，而是你能不能把资产变成长期、可持续、低风险的现金流。所以，财务独立从来就不是一个 magical number， 它是一条分层的路径，也是一张财富的坐标系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里，非常感谢你的观看。如果你想持续获取基于官方数据的财富解读，欢迎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每周第一时间了解最新的 Fed 数据分析。祝你投资和创业顺利，我们下期再见。